Hello，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自己申请美国签证。比如说，首先我们打开这个网址 US Travel Documents 这个网站，这个是官方的网站。其实申请美国签证不需要找旅行社，其实自己就可以申请。比如说这网址的话，你记不住的话可以百度一下。比如说我们这边申请美国签证。注意一下这个广告，广告，这些都不是的，这个也不是，这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请注意一下 ，US Travel Documents 这个才是真的。然后我们点走主页，我这边就有了，这边有个主页，这也可以。这边是一个公告信息，我们可以这样子，就是说，点签证类型，签证类型就跳到这个页面了。签证类型的话是这样，它签证的话主要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非移民签证，第二种是移民签证。那么它有两大类，非移民签证的话，比如说有这种，比如说商务签、旅游签、工作签、学生签，都是属于非移民类的签证。还有这些过境的签证，就是说你从美国转机，比如说去墨西哥转机去南美洲的话，像巴西啊、阿根廷的话，都是过境签，就转个机。那么最好用的非移民签证的话，或者说最普通也是最常用的，就是第一类，就是说商务旅行签证。比如说我们点一下，商务签证的话就是 B1， 旅游签证的话就 B2， 其实它是算，现在的话算做一类签证办法，就是 B 类签证 B1、B2 都是一类签证。这里写的 B1、B2 签证通常会合二为一。那么你申请这个签证的话，你首先呢要证明你去的话没有移民倾向。你得告诉他这边写的很详细，短期访问，说明说你必须要回来。那么，计划在美国停留时间有限且确定，有足够资金在美国停留的时间所有开销，在美国境外，这注意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上海户口的，那么我去美国的话，我必须证明我在上海有一个稳定的居所，并且牢固的社会关系。比如说我有父母亲啊，还有子女啊，那么我去了美国之后，我就不会滞留，有很强的约束力约束着我回国。我们这边可以这样子，就是直接点这个申请签证，申请签证之后，它这边有如何申请，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我们一步步看。他这边有个概述，他说，请你确认是否需要申请签证。如果你持有有效美国签证，而签证类别适用于旅游目的，或者你这个护照啊，可以签证豁免计划，就是说免签去美国的这种护照。比如说你有日本护照或者说韩国护照，那么就可以。那么我这边稍微看一下。有哪些国家？比如说这边有德国、法国这些国家，还有一个中国台湾。中国台湾居民的话，他那个也是可以免签美国，但是免签的话，其实也要有一个旅游授权电子系统 ETA 在线注册，也不是说你说走就走的，这个就不多做解释了。那么我们这边看第一步，对于非移民签证申请人，请认真阅读常见非移民签证中的内容。你让我看一下，这个先不管它了，我们直接做吧。那个豁免签证计划，反正因为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属于这个豁免签证计划里的成员里面，所以说我们这边直接第二步填写表格。我这边呢换了个浏览器，刚才那浏览器打不开，所以说我换了个浏览器。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个网址，这个是 state，然后点 gov， 这个就是 government， 就是美国的一个政府网站，这个是专门做移民签证填表格的，就是不是移民签证，就是签证填表格的。那么我们这边呢，其实也有中文，可以点这边中文简体，这个就是非移民签证的意思，网速很慢。我们这边已经把它设置成中文了，中文简体了。然后它这边会显示说，本申请表内容大多已经翻译成中文。那么我们这边选择一个，就是哪一个地方哪个位置，你就说你要申请这个签证，美国签证。这个的话其实不限制你说你是上海户口，你就必须在上海申请，因为也有上海户口在北京工作的。那么也没有什么特定的原则，就是说你喜欢在哪里申请就来申请。可能有些时候会问吧，会问你的为什么你上海户口在北京申请，那么你可以讲我在北京工作这类的话，那至少对得上吧。那么比如说我这边选择上海吧，然后上海这个领事馆，那么我这边输个验证码6PNV，好，然后点这个，这个就是开始申请填写表格，开始填写申请表格。它这个中文简体就是一个译文。那么它这边会产生一个 AA 的号码，这 AA 的号码最好记录下来，因为万一如果说你的电脑中途退出，或者说中途的你要找资料啊，或者怎么样，你有事情啊，你就是这表格没法一下子完成的话，那你就通过这个可以找回这表格。这个最好保存在什么记事本啊，或者之类的之类的。比如说这边它有个安全问题，因为你通过这找回的话，它会有一个安全回答，就是相当于密码之类的。那么比如说你随便选一个吧，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你最好的朋友小时候叫什么名字？我随便写一个李小龙吧，这样子吧，然后继续。这个 surname 就是姓的意思，比如说我写李小龙吧，李小龙这样子，那么小龙的话，这个是要连着写，那分开写的话，其实也问题不大，但是连着写的话是符合护照上规则的。还有这个连着写的话，就是跟你的护照上匹配下来了。然后这个是全名，比如说李小龙这样子。然后他这边说你这边有没有陈佑明？比如说我这边有的话，那么我点 yes。他说问你的陈佑明叫什么名字，姓是什么？比如说我写个李明吧。那么还有如果说更多的话呢，就添加这个，比如说李王，好。然后这边问你的话，就是说有没有个电码，就是标准电码，这个我已经找好一个网站了。比如说这边，我这边是李小龙的话，就这样这个电码。这个就是李的电码，小龙就是1420，然后空格一下，因为它是4位数的7093。然后这边生日，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吧，至少要写个14周岁以上。比如说这边那个写个上海吧，这个城市我写上海，然后 China， 好，我们可以保存一下，尽量保存一下，它不通过。比如说这个性别没有那个填写，我看一下，那这性别是个男性女性，那么有没有结婚？比如结婚了，比如说这个是空窗期，这个是离婚，这个是单身。赶紧保存一下。好了，我这边继续申请。
我点下一步。这边的话让你选择国家，它这边就是国籍吧，比如说你是中国国籍，那么我就选 China。然后你有没有其他外国国籍？比如说你有没有这种类似于，就是说中国是不允许双重国籍，但是如果说他会，反正他的意思就是问你说你有没有别的国家别的国籍，比如说有的话，有日本国籍的话，那就写个 yes。我说，当然日本国籍也免签了，那你有越南国籍的话，写个 yes。那么一般来说都减 no。那么你是不是别的国家的永久居民？比如说你有中国籍，但是拿了个泰国绿卡，或者说马来西亚绿卡、菲律宾绿卡，这种还是有可能的，因为拿绿卡并不代表你的国籍变化了。那么这个有的话就写 yes， 没有的话就点 no。这个是你的那个国家的身份证的号码，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号码，比如说是330243198512044315，我随便写了一个，那么你就这样写。那么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涉案号，那没有就是点这个。那个这个是美国税号，那么没有就是点这个。那如果说你身份证号码没有的话，你得点这个，那么点下一步。那么到这个是旅行信息，比如说那他这边就是说你去美国是做什么？他这边应该有中文吧？啊，这个不是，反正不管它，我们去这个美国去目的什么？那么就是选这个 B。就是临时的商务和旅行访客。然后你有没有特定的计划？其实这个无所谓，填不填都无所谓。有些时候你真有计划的话，你跟团去的话，那填一下；如果不是跟团的话，我建议还是不要写好了，这样反而更假。我一般选 no， 当时我是选的 no 的。那么这个是你虽然说没有特定计划，但是你预计什么时候去？比如说我预计什么12月，先这个格式是这样的啊，这格式第一是日期、月、年。那么比如说我日期选31号，那么月份的话选这个12月，比如说2019年，到多少天？比如说我写个15天，15年这15天，这样写。然后比如说，你在美国要居住在哪里？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就携程网上吧找一个吧。我可以随便找一个，比如说洛杉矶的酒店。那洛杉矶，那我机场附近好了，我机场希尔顿好了。比如说我这边写这个。那么这边有个地址，是吧？这地址的话，我把它复制一下，然后 city 就是 LA 好了，写 LA， 然后加州 California。然后邮编的话，这边不知道有没有邮编，有90045。然后这个是谁给你支付你旅费的个人组织？我一般选自己 self， 然后点下一步。这边我点下一步的话，它这边有个提示，说明这个还没完成表格。那么它是特定是旅外商务，它叫全部写。那么这个是商务和旅游一起，我选这个第二个吧，就写旅游吧。点下一步。然后它这边会显示一个，谁跟你一起去旅游？有没有其他人跟你一起去旅游？比如说，那你最好我建议是写 yes，最好也真的是有人跟你去旅游，否则的话，一个人出行拒签可能性可能比较大一些。
那么这边会问你，你是不是作为一个团体或组织去留？比如说你是跟旅游团的话，那也是比较可能通过率比较大一些吧。那么如果说没有的话，就选 no。那我这是按照当时我自己填写的模板。那么他让你写谁跟你去旅游的人名字，比如说我写个张三吧，张三。那么你们的关系，这个是父母、配偶、儿女，那么我写个朋友吧，然后点下一步。到了这一步，他会问你之前有没有去过美国，这个问题是很匪夷所思。那么确实有这种情况，有些人是可能之前去过美国，然后他是签证被注销了，或者说被取消了，所以说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表格。那么我这个就没去过美国，就是写 no。你之前有没有被签发过美国签证？我写 no。你们被美国拒签过或者说被注销过那么这个被撤回你的入境请求，比如说你拿到美国签证，那么去了美国入海关的时候你被撤销了，或者说被签证也被注销了，然后把你遣回来了，那么这个要写一个 yes。那么你之前就是有人帮你申请过美国的这个公民或者说移民服务吗？那么我写 no， 然后点 save 吧，保存一下，然后点下一步。然后我这边继续申请，适当的在填表格填了之后，然后就是保存一下。这一步写的是家庭地址，我觉得这个家庭地址的话，其实按照美国的话，你并不需要按照自己户口本上的地址，因为美国是没有户口的国家，所以说这个地址就是你现在居住在哪个地址。比如说我现在居住在上海吧，随便写个南京路吧，南京路1号吧，那么全部写英语，全部写中文拼音没关系的，不需要翻译成英文，因为这个东西按照中国习惯可以看懂。那么写个上海，比如说我写上海，比如说右边的话，比如说21000，我随便写一个。那么 country 就是写个 China。它这个是邮寄地址，比如说因为美国签证你办出来之后，他会把你的护照贴了纸签之后，然后再给你邮寄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一个收件地址。那么我这边他是问你收件地址跟你的家庭地址是一样的吗？那我写个 yes 吧。如果不想写个 no。那么手机号码比如说133，我这边写的随便写一个。如果你有别的手机的话，那就写第二个手机，就这主要手机号码、第二个手机号码都有。那么这边如果没有的话，就写这个打勾，就不适用。那么你有没有其他的手机号码在最近的过去5年之内？那比如说有的话，那么你换过手机号码就写个 yes。然后比如说我13456789803，随便写一个。比如说邮箱地址，那么写个123，我随便写一个。这个不能随便写一个，就是说自己你按真实写，我只是做个模板。那么你有没有其他的邮箱地址在过去5年？那邮箱地址一般来说大家都不变，不会去换来换去。那么写个 no 吧，除非你的工作有效。这个地方是 social media， 就是说社交媒体。那么你有没有社交媒体的一些账号啊这类的七八八？就他想看你的过去5年发表什么言论，或者说你在做什么。那么你如果有的话，比如说我写个，这边有很多，比如说豆瓣Facebook 这类的东西都是，比如新浪微博，那么就写个新浪微博吧。那么这个就是 social media identifier， 就是说这个是 ID 吧，那么这个的话，我建议是什么？比如说比如说你是个账号的话，这个账号必须唯一性，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在新浪微博你注册账号是叫一个张三的人，也有很多张三的，但是个@ID 的话是唯一的。比如说之后，比如说张三的故事，就这样子。就是昵称的话不是昵称，它是必须后面的，就是必须是保持世界唯一性。那么你光有一个
一个也可以，但是你最好多写一些，比如说你有几个就写几个，因为这样有助于你申请签证的话，这个表格的完整性，包括让签证官对你的判断更多一些，比如 QQ 空间啊也有啊，是吧？QQ 空间的话，你这边可以把 QQ 空间的网址输进去，网址的话可能是这样子的吧 ，HTTP 啊，它这边只能是打中文，这样子就是 Q 中 Q.com， 然后一个什么是 URL 是不是这个134这样子，那就网址输进去。那么还有的话就继续输入。那么如果说有优酷的话就优酷，那没有的话，如果你没有的话就写这个 now 啊，然后就这样行了，是吧？这个问题我之前没有碰到过，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提供信息关于你之前用过的网站和 App 应用的分享内容，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提供就给他们看。那么，我尽量建议还是提供 yes 吧，让他们更有助于了解你。然后点下一步。这边我点下一步，它又出现一个错误啊。这边的话，它是让你提供这个你愿意提供的这些social media，就是说微博，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七八八的。那么你可以比如说新浪微博，然后你的账号，比如说这样告诉他。如果还有别的东西就添加吧，全部可以说我可以提供信息。这边我就不做演示了，我这边点下一步了。这边写这个护照信息，比如说 passport 的话，旅行证件。那么有些人是因公护照，有些是这个普通护照 regular 就是通常护照。那么我这边写个护照号码。那么如果老护照的话是 G 开头的，中国的老护照英式护照就是 G 开头的。那么新护照就是带有芯片的话，那就 E 开头的。E 开头的话有后面8位数，1、2、3、4、5、6、7、8，我就这样写吧。这个 passport book number 就是说在护照页的。我在百度里面找了一张照片给大家做示例，就是这边就这个地方有这护照这个本编号 book number， 比如说它是几位数的，1、2、3、4、5 10位数的，那么就填写。那么我这边把它填好了。那么这个你的护照是哪个国家签发的？那么你的护照签发在哪个地区、哪个城市？比如说河南郑州的话就写郑州河南，比如说石家庄就写石家庄河北。那么签发日期，比如说我写个2月吧，2010年吧。那么一般来说的话，10年护照，那么2020年这边会少一天的这边。那么永不过期就是这边永不过期，我好像没见到过有永不过期的护照。那么你这个护照有没有曾经被丢过或者说被偷过？那么有的话就写 yes， 那么它可能有别的信息让你填写。那么没有的话就写 no。正常的话大部分都没有被偷过。那么我点这个下一步吧。这个地方是在美国的话，你的联系信息有没有一个人或者组织在美国可以联系到你？那么就当年我去美国的话，就是说我没有在美国是没有填写是某个人。我美国虽然说有认识朋友，但是我也不想让朋友填写这种信息。我当时填写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边我写个 don't know， 就是不认识人。我填写个组织信息的话，就填写那个希尔顿酒店就刚才那希尔顿酒店。那么我这边可以写一个希尔顿酒店的这个英文，然后我这边把它填好了，就这样子。然后他说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关系？那么我这边可以写一个商务相关也不大适合，那么就写个2了吧。商务相关可能跟你商务有什么联系之类的。好，这边的话就是让你填写那个地址，那么还是填那个地址。
地址的话，我这边填写完成了，然后这个电话号码和邮箱的话，确实挺难找的。这个希尔顿还好，这个有那个官网，我们去官网找一下。比如说我在这个希尔顿的中文官网上，我找到这个电话号码和地址了，邮箱地址了，然后就把它复制下去。然后我这边点下一步。我这边遇到了个问题，它这个要求我这边全部填写数字，那么我这边一的话是美国区号，我就把它去掉，然后它这边去掉，然后去掉，这样子，它是美国号码是334格式的，就是10位数，然后填写，再下一步。到了这一步的话，它要求你填写家庭信息，亲属信息，这边就是说父亲的信息，那么你写个李杨，然后比如说随便写个日期吧，1981，然后他问你的爸爸是不是在美国，你写个 no， 按真实填写吧，比如说妈妈的话，张一，写个吧。你的妈妈在不在美国？不在美国。那么他这边会问你是，你有没有任何的直系亲属，不包括你的爸妈在美国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年纪比较大一些吧，然后可能有子女在美国读书，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不是独生子女，你爸妈都没在美国，但是你哥哥或亲弟弟，那么在美国读书或者说在美国工作的，那就写个 yes， 那没有就写个 no， 然后点下一步。他这个表格载入比较慢，他这边刚才又跳出个红框框，问我这边你有没有其他的亲属在美国的，比如说表亲啊、堂亲啊这个，那么有就写yes，没有就写 no， 一样的道理。那么到这一步了是配偶信息，因为我刚才选了个结婚的、离婚的信息。如果说你选个单身的话，估计这个会有配偶信息，比如说配偶写个杨一吧，随便写一个吧。然后他的配偶的是国籍，比如说这个中国吧 ，China， 这个上海，出生地这是出生地啊，不是他户口地，就出生地，因为你的配偶可能是韩国人、日本人，他的出生地不一样。那么国家，那么中国出生就中国写，那配偶的地址，那么跟你是一样地址，就跟你一样地址，这样子。然后下一步。到这一步是问你当前工作和教育背景信息了，然后这边的话是问你的主要工作类型。那么比如说你是从事这个农业、艺术、商务，那么如果是商务的话，那写商务吧，然后他会问你之前的当前的雇者啊，就是雇主啊。雇佣公司，比如说你是微软公司的话，那就写微软公司 Microsoft， 然后你写的地址788地址，然后写个上海21000，电话号码写个021-123-345678，中国的，开始日期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比如说2017年吧，然后月薪收入每个月收入当地货币啊，如果说被雇佣的话，那当地货币说你一个月收入是2万人民币呢，就写2万。那么简单概括一下这个你的工作的职责。那么这边的话，你可以用百度翻译一下，比如说我这边举个案例吧。我这边是用的是百度翻译，然后我这边就是先写中文，因为这个稍微英文难度会大一些。那么我就随便写了一下，就是这个工作的职责内容嘛，它是让你填写工作具体的内容，那么简单的描述一下，我这边写一下，然后就把这个复制一下就行了，填写上去。由于我发现这边是不能复制的，只能自己手打字上去，那么我打上去了，随便打一下吧。下一步。到了这个地方，他会问你之前有没有被雇佣过，比如说之前你什么工作单位，
啊，它是最近5年的啊，那不是说你10年前那么才写。最近5年你被雇佣过，比如说你进入微软是2年的，你在前面3年是在戴尔的话，那你就写 yes 啊，那么写雇主名称，我这边不写了，我写个 no 吧。那么这边的话，他就说有没有参加过教育，就是说在一个高中以及高中以上学历，那么有的话就写个有，比如说你这个大学就写下去，比如说大学的名称啊，地址，什么时候开始的啊，学什么东西，比如说我随便写一下吧，比如浙江大学 University 啊，说浙大路1号，杭州浙江，说3月1号00，然后 course of study 就说那个是学什么专业的，比如说 Computer Science 啊，然后写个日期吧啊，这日期的话这样子你不要乱写，你这写个9月1号开学的，那么比如说写2006年，比如说写个几号毕业的，那么7月1号毕业算它吧，那么2010年读4年的本科刚好，我们再下一步。这个是你有没有属于一个小的部落或小的种族？比如说你是回族的话，那你就要写 yes。那么然后少数民族吧，还有这个一些党派吧，那你就写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就写 no。那么我当时就写没有，因为汉族也不属于一个小部落吧，小种族吧。那么这边会的语言，比如说你会中文嘛，啊，那么英语，那么你还会日语的话，就写日语。你过去5年也没有去过任何国家和组织地区，那么的地区 regions 包括了港澳台。那么我这边写个 yes。那比如说他这边香港也算，香港，然后你要去过别的地方也去写一下，然后再选个马来西亚吧，就这样吧。你有没有隶属于或做过贡献或者说工作给任何的专业的社会的慈善的组织？那有的话就是比如说自然什么保护组织啊，这种红十字会也算吧。那么没有就划写 no。那么你有没有相关的特殊技能或训练？比如说这个是武装爆炸和生物学这个化学经验？那么没有就没有。那么你有没有参加过什么军队这个这个地方说实话，这个英文我还真的很多看不懂，但是我们可以百度翻译一下。比如说我翻译出来就这样子的，就这样子。没有的话就还是写没有吧。到这个地方吧，都是安全背景调查。如果说你确实没有参加过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团体吧，那么就都写 no 吧。比如说人权组织啊，什么计划生育啊，七七八八的。那么一般来说我是没有参加过这种东西，然后我就全部选 no。我说这边什么毒品贩用啊，什么吸毒者啊，这个。由于这个背景调查这部分啊，都是单选题，所以说我这边都选好了，直接跳过了，直接写 no。就是有没有什么这个什么美国什么暴力啊，然后什么违法犯罪什么七八八的啊，然后这边填下一步。这个就是上传照片的上传照片。那么上照片是有要求的，是正方形的50×50。我这边上传了张照片，然后它这边显示这个照片已经
符合标准的，这个就是绿勾就 OK 了。然后点下一步。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到达最后一步了，就是让你重新浏览一下这个你填写的表格还有没有错误，最好检查一下，注意这个地方，然后你都看一下，这个地方，这地方就不能，这个地方就是微博啊，微博它这个不支持后面的中文信息，那这个最好你，要么就别写微博，要么就写上去，看自己怎么办了。这边的话，刚才我们检查了这表格，然后点下一步到这个页面的话，就是说，这边有没有问你这边关于表格的准备者有没有人帮你填写的表格？那么有的话你写 yes， 没有的话写 no。有的话他要求这个填写表格的人是谁？那我写 no 就 no 就自己填写表格。然后这个是说你的电子签名，就是说我确定是我在美国的法律框架下，我的陈述是事实的、正确的、真实的。如果说不真实的话，我将接受到惩罚啊。然后输入自己的护照编号123，比如说这样输入编号，然后输入旁边验证码8422，然后提交就可以了，就完成了。